最后跟大家玩个小游戏，大家可以猜猜看，我现在是戴在手上这款手表是新款的万国葡萄牙计时系列，还是旧款的万国葡萄牙计时系列呢？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您的感觉，这款是新还是旧呢？Hello，大家好，谜底揭晓咯。我们先从后面表扣的设计，以及表带的颜色，还有表盘上面英文的显示，可以知道这一款是上一款的葡萄牙计时系列。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比较特殊的制表材质，那就是铜。铜的化学元素是 Cu， 它是一种天然的金属，可以大量的开采。由于它的延展性以及导热性非常的好，所以它也被大量使用。但是由于铜它是属于比较柔软的金属，要用铜直接来制造手表或者是一些刚性比较硬的东西是比较难的。所以呢，在3500年之前，加入了另外一种东西叫做锡，锻造出了现在人类的第一个合金，就是青铜。那青铜又包含了锡青铜、铅青铜、铝青铜等等的其他种类。那其中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耐磨性以及耐蚀性非常的好，所以很多船舶它的一些零件都是用青铜所制造而成。正由于这种特性，到了2011年，沛纳海它就正式推出了青铜打造的潘382。作为他们的潜水系列，那大家开始追捧青铜表，就是因为青铜表在你手上的时候，会随着你的时间的推移，你会慢慢发现它的变化。比如说，它最初的光泽的明亮，逐渐变色，变得暗沉，甚至有时候青铜绿，还会产生一些斑驳的一个情况。这些都让你的手表变成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充满了历史感以及复古感的一种呈现。那万国表在他们推出潜水系列青铜表之后，他们也相继在2017年推出了这一款大飞系列的青铜表。这一款手表全球限量只有1500只。那其实如果要追溯到之前万国它生产大飞系列之前的话，它在1936年的时候，它就已经设计出第一只的飞行员系列。它并且在1940年之后，它生产了第一只军用腕表，就是给德国当时的空军所设计的。那这一款的它的表盘呢，来到55毫米，所以是相当大表径的。那跟大家聊到这里之后，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有说过，这只手表是为了德军所生产的一款腕表，所以我们想想看，在德国比较著名的两个表厂，一个是格拉苏蒂，还有一个是朗格。那这两个手表的设计风格都非常的相似。它的厚度跟当时设计给德军的飞行员系列也相当的类似，因为2次世界大战瑞士都没有参战，所以他们的手表的设计上面，不管是防震或者是防撞来讲的话，跟德国的考量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根据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格拉苏蒂跟朗格他们在手表制作后面的3/4的隔板是不是像我说的这种功能呢？那我们回来讲我们今天的主角，这只万国大飞。先看一下上面的表耳的颜色，跟其他地方我们用胶膜盖起来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那是因为表耳以及表冠在外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之下，它所形成的一种氧化作用。那我来把这个胶膜撕开，展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是完全打开胶膜的一个情况。然后这只腕表的话是万国大飞青铜系列2017年所出厂的一只1500只限量款。那它的表径是46.2毫米，整个表的厚度的话是15.6毫米，整个材质的话都是青铜。那下面加的背盖的话是不同的材质。那我们看一下表耳，它颜色跟表壳的颜色全然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颜色。还有表冠，这是因为它有没有覆盖的关系。那我们翻来后面看一下，它这个背盖是钛金属的一个设计。那我手指遮起来的地方是它这只手表的 serial number， 那上面所写的是这个手表的话，它有60米防水，它是什么系列？还有就是它是1500只限量款的其中之一。这是背盖呈现给我们的一个资讯。这个后面的背盖里面内部还有一个防磁壳。
那这个因为它没有做背透，我们也看不到这个部分。那后面这个背盖的材质是因为它长时间跟我们的手接触，所以它没有做一个铜的材质，怕是会有过敏的情况发生。那我们继续来看这款表的正面。那它的右边3点钟方向，它没有显示3，它显示的是7日链的一个动力储存。那从前面这个红色的1这边开始，一直到7，那1的部分就表示说它的动力储存快要没有了。那有人可能会误认为说这是礼拜1到礼拜天不是的，这是7天的动力储存。那在上方的话，一样是 IWC 跟沙弗豪森。那下方告诉你，这只手表是一个自动上链的机械腕表。那在6点钟方向，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它所显示的，这是一个瑞士制造的手表，以及它的日期显示。那整个表它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整个的平衡度都是非常好的。那这只表的话，它目前的动力储存是不到1天的时间。那我借着这个机会，用这个洋葱头来给大家做一个上链的一个示范，以及调整时间。那我们来帮这个手表做一下调整。那在上链的部分的话，这只手表龙头我们是从逆时钟的把它转下来，因为它一样是做了一个旋入式的一个表冠。那我们先逆时钟把它转开。转开之后才可以做上链以及调整。大家注意听待会儿转开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声音，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这个手表它有没有转开，是不是可以开始上链了，它会自动的弹开。接下来我们就用顺时钟的方向帮它做上链。那上链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动力储存的这个显示，它是会不断的增加的，因为这个时间有点久，我们一直帮它上到满链。那我这个部分用快转的。因为这款腕表的话，它是一个自动上链的腕表，所以它里面有一个装置，就是会预防你去过度上链，所以你会一直转的话是没有关系的，不用怕说会损坏你的腕表。那我们接下来上链好之后来调一下时间，龙头拉到第2个位置的时候，我们用逆时钟的方向是可以调整它的日期。有些手表的品牌可以双效调整时间，那这款手表的话，它是单向的，逆时钟可以调整它的日期窗。那在拉到第3格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顺时钟以及逆时钟，我们都可以调整它的整个时间、时针以及分针。那我们还是比较建议的话是顺时钟来调，因为手表的话它本身设计就是顺时钟的行走的嘛。那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有早上以及下午之分的话，我们通常会把手表调到前一天，比如说今天是29号，我就调到28号。利用转动时针以及分针来知道说现在到底是上午还是下午。那我把手表调到4点41分，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手表表盘的每一个细节的部分。调整好之后，把这个龙头把它按压回去，它是很像一个弹簧一样，你把它用点力压进去之后，再把它旋入这个原本的它一个凹槽，这个手表就可以做到完全的防水了。那这个防水再强调一次，它是60米的防水。一般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洗手洗脸都没有问题的。那关于手表防水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影片，有专门在介绍防水的一个影片。那这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表壳与表耳之间的这个有经过氧化跟没有被氧化的一个差异如果你非常介意你的手表有这种氧化或者是斑点甚至黑斑的产生，你就千万不要考虑这个青铜的腕表，因为这个情况是一定会发生的。那有些人就喜欢它这种斑驳跟累积岁月痕迹，那我非常建议说你可以考虑一下青铜的腕表。你可以看一下这表壳的颜色，以及这个4个表耳，还有表带上面这2个铜扣，它的颜色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异。那由于这手表的存放是在店里展示，那店里展示的话，每一个柜子里面它都有防潮的一个设备，所以它的氧化还不是说非常的明显。那如果是以我们正常每天使用来讲的话，这氧化情况会比现在来的可以更重一些，它颜色的差异以及对比，以及它每个凹槽，说不定都会有铜绿的一个产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真的是非常明显的2种非常极端的颜色。那如果你喜欢这种颜色的差异，以及上面这种腐朽的这种斑驳，那你就可以去选这个手表。那看一下这个每个格纹的内部都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铜锈。那它如果是大型飞行员，叫大飞，或者是一般飞行员，我们光看表带是可能没办法辨识的。可是你如果看表冠是一定可以辨识的，它只有大飞才有做这种像洋葱头一样这种表冠。
所以你远远的看就知道这只是大飞还是一般飞行员。那听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感想呢？还有更多的功能以及细部的一些细节，那下一集我们接着讲，拜拜。